大王，臣为文仲大人在吴王城受尽羞辱，可是至今他还徘徊在吴王城不返，实在是不该。为何不该啊？文仲大人所为亦有辱国格。寡人倒不这么看。文仲精神可嘉，他锲而不舍。如果夫差肯见他也好，让他直接面陈夫差，并非越国想战，是被他们逼的。寡人不得不战。大人，越国大夫叶雍差人送来礼物。叶雍？什么礼物？来人只说让大人转交给大王的礼物。就这些吗？还有，无论如何，请大人安排大王召见乐使文仲。寡人在宫中憋闷的实在是太久了。啊，对了，上次你为寡人做的鱼真的是美味啊，寡人还没好好谢你。之前大王身为公子，只用心于学问，所以食色味解淡，视而不见。看来生之为人，不光要手掌大事，还要知味知乐呀。大王，知味知乐，方知生之贵；知人知国，才知权之重。你是有国事要跟寡人说吧？大王，臣有几句话于腹内翻来覆去许久了。你就直说吧。敢问大王，今日我吴国当真将夫仇视为第一国事吗？当然。有仇当然要报，可是作为国家，仅仅是为仇而仇，恐有狭隘之嫌呐。大王，微臣担忧我吴国的远见。你说寡人灭越复仇，目光短浅。臣该死。你别害怕，为此，寡人也曾思量过。其实，在寡人心里头，越国算不了什么。就是，吴相国却紧张万分，如临大敌。越国是我们的敌人，勾践也是寡人的对手，可他不是唯一的。勾践此人，大王一定能彻底征服他。取勾践的命，寡人可轻而易举。这是一定的，可臣以为今取其命，大王又有何乐呢？太太所言有趣啊！更有趣的是，越王勾践竟遣文仲为使，又与我言和来了。寡人为何不知啊？大王，非臣欲诉武相国的不是，而他实在是有所不该呀。如何不该？大王，醉里之战前，他吴相国一直奉行的国策是臣服越人，可他呢，却在文服还是武法上左右摇摆。可以这么说，越王勾践正是利用了武相国的错误，才得以上台，也由此才有我先王因怒而伐越之举，结果导致先王大王，先王的离去，吴相国应负有难以推卸的大责呀。可他呢，却若无其事，未见他有丝毫的愧疚，更未闻他能在当朝有所自责。他一味地怂恿大王复仇，为的就是以此来掩盖他身为相国者的失策。大王，非伯嚭与相国过不去，臣以为立国执政
不仅仅是赏罚有度，更要功过严明。国策失当时，为政者必须承担相国的责任。唯如此，才能君臣同心，众民协力。你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是寡人要告诉你，武相国忠心为国，是我吴国的中流砥柱。即使犯了些小错，寡人也不会与他计较。你懂吗？臣懂了。懂了就好。该说的你都说了，就到寡人这为止吧。臣明白。大王，按照太宰大人的吩咐，鱼已经跑好了。好，拿上来。诺。哦，对了，你说的那个乐使文仲，寡人倒想会会他。大王，臣一定妥善安排。我王问候陛下，并祝陛下圣功康健，万事如意。越王勾践有这么好的心肠吗？他是巴不得我早点死吧？吴王说笑话了。我王盛情邀请陛下在适当的时候出访越国。本王一定会去的，但一定不是出访。听陛下的话音，好像是要兵戎相见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吴王与越王，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分高下。分高下必须在战场上吗？不妨说出来听听。陛下，吴国殷富，有战车1000乘，精兵10万，沃野千里，积蓄颇丰，这都是事实。吴王雄才大略，武相国深谋远虑，只要策略得当，用不了多少时日，定能鼎成霸业。真心话还是恭维？是真心话，也是恭维话。口是心非啊！陛下，晋文公在他国流亡了近20年，最后重新归晋，并屠城霸业。陛下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百折不挠。百折不挠就能屠城霸业吗？非也。周天子自东迁洛邑，诸侯列强并起。周天子虽然权力不大，但仍为天下之共主。晋文公之所以能够重新崛起，便是打着尊周攘乱的大旗，对那些尊重周天子或者名义上尊重周天子的弱小国家，并不嫌弃和侵略，并与他结盟，平等待之。对于那些不尊重周天子的列强，若无故欺负弱小国家，晋文公必罚之。这就足以证明顺天道、重德性方是屠城霸业的根本呐。说了半天，你不就是让寡人放了越国？但若如此，我先王的大仇何以得报啊？再说了，勾践此人野心勃勃，若放了他，不等于养虎为患。若如陛下所言，我王确实有野心，可越王的野心是尊周兴越，使越国的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罢了。不仅如此吧，除此之外，文仲看不出越王还有什么野心。我倒是看到吴王陛下为图霸业而欺凌弱小的野心，这必遭到天下人指责陛下缺少德行。文仲，
寡人现在想杀你了。文仲可杀，可因此吴王却背上了无礼之名。为图痛快，背上一个无礼之名，又有何妨啊？吴王想对付的不仅仅是越国吧，更何况国与国之间是战少和多。如果吴王无故就杀掉一个为和而来的他国大臣，请问将来哪个国家敢与你吴国打交道？来呀！在。大王，不关你的事。砍了。诺。哈，好，吴王，这文仲成全你了。慢着！你成全寡人什么？成全你个暴虐之名！好你个文仲！寡人没想到在勾践身边有你这样的大臣，好样的！伯嚭，你差人将乐使送往国宾驿馆，并告诉王村洛，一定要善待他。是谁将文仲引荐给大王的？是伯嚭。简直是祸国殃民！你去找大王的使者，马上宣他进宫。诺。大王，微臣应召而来。伯嚭，非大王劝你，是老臣不得已才叫你前来。相国大人与王公召臣，臣万分荣幸。老夫在王宫召你，是想当着大王的面，告诉你一件事。请讲。为臣者应该替大王担忧，应该好好的劝导大王，勿忘国事，奋发图强。相国大人说得好。可伯嚭不明白，我又如何做了相反的事？难道还要老夫明说吗？相国若不明说，伯嚭只好喊冤了。喊冤？太宰大人，自大王登基以后，你为何和从前判若两人？相国大人一席话，让伯嚭愧疚有加呀。不错，相国大人曾力荐过伯嚭，大恩未敢相忘。伯嚭若有得罪大人处，万望相国大人海涵。行了，你们二人的恩怨，寡人不想听。大王，老臣非个人恩怨。太宰大人如若行得稳，走得直，那就不会有人在大王面前谄媚蛊惑，老夫也就不用操这份心了。大王冤呐！伯嚭真的有冤了，大王。好了，王村洛，你可知罪？大王，臣。大王，他有何罪？王村洛身为行人之职，竟恶意的对待前来我国言和的乐使，丢足了我国的脸面。大王，你忘了，他是受大王之命赴越国言和的，可勾践一面假惺惺的遣人与我议和，一面将军卒扮成楚兵，企图烧毁我水师，如此恶行，我岂能容忍？大王，不瞒您说，他的行为是老夫所指示的，所以相国就以恶治恶。老夫没有驱逐和杀掉他的乐使，就已经够客气的了。相国啊，你为何就不明白呢？别人怎么可恶，那是别人的事，该罚的罚，该灭的灭，都可行。可是他们既然派了使节前来，
我们就要好好的善待他，这才叫做有礼有节，这才是我吴国的礼仪和气度。大王说的礼仪和气度是我国该有的，其实出使来也应该善待，但是对于越国不行。为何呀？因为不共戴天之仇，没有哪一国之主死在别国的手里，唯有我国。此仇不报，何为君子？此恨不除，何以立国呀？寡人该说的都说了，若不善待越使，就是不给寡人脸面。要是让寡人的脸上不好看，寡人就会让他的脸上不好看。大王，退下！大王所要的脸面，微臣一定能够维持。不过老臣只希望大王不要忘记复仇。相国，复仇的这把剑一直插在寡人的心口上呢。相国，大王真的要和越国言和吗？大王的话你不是都听到了吗？可在下都糊涂了。大王却不糊涂。他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想着手改变既定的国策。那大王他为何要这么做呢？不瞒你说，老夫本来以为明白大王的所思所想，可没有料到他的心思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。这本来是好事，老夫就怕他想得大而无当，不能脚踏实地，被勾践假象所蒙蔽。相国，文仲还在驿馆等着，在下该如何与他谈呢？先灭越，后图霸，这是既定的国策，谁也不能改变。你就按这个方针去给文仲周旋吧。还是按照既定的原则，什么都可以谈，却什么都谈不成。不错，在下这就去。这件事你先遣个有司去对付，老夫想派你去一趟焦山，去见公孙雄将军。不错，告诉他要加紧整顿兵马，日夜操练。不管他是要人还是要粮秣，尽管开口，要多少就给他多少。相国，为何如此呢？时不我待呀！日子久了，老夫就担心大王灭越的决心会动摇。那好，在下明日便去。你今天就启程吧。诺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范大人回来了。他到哪儿了？一到府门。他是从越王宫回来？是从楚国而来。啊！下去，紧闭厅门。啊！快去。诺。为人臣弑君不可有二。和你弑君而终了吗？母亲，范蠡这不是回了吗？
你回来是为了我吗？不仅仅是为了母亲，也为了大王送与范蠡的这柄剑鞘。你知道大王为何送你剑鞘？这柄剑鞘沉重的让范蠡不敢承受，因为剑与鞘都是大王的半壁江山，而这剑鞘内不可空置无物。既如此，还不赶快去向大王请罪？是母亲。范蠡这就去了。大王，文仲大人迟迟不返，难道眼看着吴军水师一天天壮大，日其声势日振吗？他们已经打造出大小战船数十艘，正一面用这些战船轮训人马，一面赶造更多的战船。再有数月之期，一支规模宏大的水师便可成军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能眼看着吴国的水师日益做大，大到足以威胁到我越国。石买，大王，到了决断的时候了。怎么决断？臣只有一个字：战。浩进，大王，臣这些日子也一直在思索，究竟什么是礼仪？周礼是礼，人与人的交往形成的些许规范也是礼。我与吴国打打杀杀，他喊礼，我也喊礼，可是到头来，仍旧是仇敌。看起来，这礼能治国，却难以护国呀。大王，军师范蠡已经回来了，在外面跪着候宣呢。范蠡回来了，没看到寡人正在议事。啊，叶雍，大王，臣以为该召回文仲了。说到文仲，又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言和。啊，众爱卿，请起。说到文仲出使，王孙洛和他对谈，甚至吴王夫差亲自面见了他，这样就给我们和吴国之间的言和带来一线的希望。我们现在开始就要争取和吴国倾注最大的热情进行和谈，比如说开放边关、减少兵源，甚至让吴国人到越国来经商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寡人甚至可以和夫差面谈。众爱卿啊，是不是对寡人的这个想法有点不可思议呀？简而言之，只要有一丝和谈的可能，寡人能不战则不战。
范蠡叩见大王。你还知道回来？范蠡不得不回啊。为什么？母亲骂醒了范蠡。怎么骂的？他说：“你既已投身越庭，就应该好好待在越国。做一辈子人，不能同时是2个君王。”你母亲比你要深明大义。是，所以范蠡知错了。是错吗？是罪。范蠡是有罪，不过也有错。错在何处？错在差点失去一位一生难遇的知己。可谓君臣合力，其利断金。你明白吗？诺。起来吧。好，关上。大人，立即约见王孙洛。诺。行人大人，为了表示我国对议和的诚意，我王特颁布旨意：凡是与贵国接壤的关卡，皆向贵国百姓开放；凡贵国的商贾民众，皆可持通关的关卡进入我国集市进行经商贸易、探亲访友。另外，为了表示我们的善意，我边关将士将裁撤1半。行人大人，自议和以来，你我大小会晤也有几10次之多了吧？贵国一直指责我国无诚无信，缺乏切实的行动。此次我王主动示好，开明坦荡，处处为贵国的利益着想。行人大人，你以为呢？若果真如此，当然是好事。不过，这也是大人的一面之词，在下有待去查证。既是议和嘛，双方就要有足够的耐心。文仲可以等行人大人慢慢的考证。好，请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在下已派人到边关查证，所得奏报皆证实了文仲所言。这勾践想干什么呢？是啊，若越与我假议和，他何须如此呢？开放边贸，裁撤戎边将士，这可是一国大事啊！所耗的人力精力，那是不可计算。老夫还真是摸不透勾践是怎么想的。他若准备和我一战，那何必要开放边关呢？如果他议和，那你当初入越的时候，他就应该这么做。此人不可不防啊！你要多派西人，彻底打探勾践的真实企图。诺。相国大人，大王宣相国大人、行人大人进宫。大王知道了什么？大王已知越国开放边贸之事。又是剥皮。禀相国，此番似不是太宰大人所告。那会是谁呀？不知。你是怎么伺候大王的？微臣疏忽，请相国大人恕罪。算了，以后要多长点心思。去吧。诺。武相国，臣在。近几日有何事发生啊？臣
正要向大王奏报。越使文仲告诉臣，越国大王为议和有成，已先行开放了边关，准我商贾入关通商，就连他们戎边的将士也裁撤了一半。这样很好啊，相国以为如何？若果真如此，那可视为越国释出的善意。不瞒相国说呀，本王在宫中待得很憋闷，闷就闷在本王对外面的事情所知甚少，一切都要等着臣子们上来奏报，而相国和行人大人老不见踪影，本王就不能空等了。所以本王就私自出去走走，随便走走。本王来到了国宾驿馆，正好碰上了乐使文仲，他顺手就交给了寡人这个。若非如此，这么大的事，寡人至今还蒙在鼓里呢。大王之言，犹如鞭打老臣啊！老臣绝无专权之意。老臣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为了让大王多读些书，多懂些治国之道。所以有些奏策，老臣能办的就老臣办了。如果大王不满意，从今天起，老臣将奏策都奏给大王。大人，何事？大人，范蠡大人有帛书一封给大人。大王议和是假，备战是真。关胜，在。备车，回国。诺。驾！快一点儿！驾！是你没吃饱，还是马没吃饱？啊，诺。驾！驾！外父匆匆来找姑父，有何急事？大王今天竟秘密地召见了外父，为了何事？啊，渊罗，且先回避了。姑父啊，焦山之战迫在眉睫，大王要与吴国在焦山开战了。哦，这是好事啊！可我不解的是，大王突然放弃与吴国议和，竟密令备战焦山。吴国对议和并无诚意，这表明吴越之战在所难免。焦山之战若有胜，那皆大欢喜；焦山之战若有败，那老夫定会成为吴国之阶下囚。到那时，我越国有存，连一丝希望都没有了。外父，你太过多虑了。大王既然委国于你，就应该尽职尽责才对呀。姑父啊，也许外父老了，我这一生经历过不少事，也看到过不少人，可唯一让我猜不透的，就是大王啊。我摸不透他的想法，也看不清他的心思。如此为官，如坐针毡啊。难道外父要辞官不做，推掉护国之责吗？看来不得不推。大王，臣有愧呀。何愧之有？臣有报国之心，却能力不济，
再且说年岁不饶人呐，身心俱疲，为了不误时误国，负了大王之重托，臣请大王开恩，让臣告老。你这是给寡人出难题呀！大王，此时此刻，老臣不能为大王分忧，真是心如刀割呀！别说了，你的心思，寡人明白。准奏。谢大王。寡人将归还你的府地和采地。不，府地和采地，老臣不受。老臣只盼望越国昌盛，大王圣安。回去享清福吧。谢大王。大将军，你要有什么好的建议，随时到宫里可以面见寡人。谢大王。下去吧。大人回来了。大王呢？去了会稽兵营。去干什么？调兵遣将啊。糟了！哎，大人，大人！大王，文仲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可不回呀。什么理由回的？仍然是与吴议和的理由。他们信了没有？大王，不可战呐！进宫说吧。大王真的一战？你知道了。大王，不可战呐！旅途劳顿，你还是坐着说吧。大王不答应，文仲不做。坐下。谢大王。大王，真有把握打赢此役？寡人刚从将士营来，士兵们锐气正风。文仲认为，此役必败。文仲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文仲实话实说，不敢有私。你忘掉了你的身份。文仲知道自己是大王的臣子。越国有危呀！书生之气，你们都忘了伍子胥的存在了。现在就伍子胥在吴国的权势，他伐我越国是必然的，即使夫差出面阻拦，是根本阻止不了的。所以眼下的局面是我越国最好的机会，只要我们君臣同心，能够打赢此役，那么你所盼望的今和的场面才能够呈现呢。大王还没到非打不可的地步。